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你知道为什么眼前的房子要建成如此歪斜的样子吗？其实这并不是房子斜，镜头调整一下，你会发现，原来房前是一条非常陡峭的街道。没错，这就是世界上最陡峭的街道。据说在这条街道上，每水平行走 2.86 米，高度就能提升1米，都快跟上楼梯差不多了。但这毕竟是一条城市中正常的街道，街边有房屋，有居民居住，路两边又有人行道，汽车可以上下通行，行走在这条街道上应该是挺费劲的。这条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认证为世界最陡峭的街道，就是新西兰著名的鲍德温街。鲍德温街是一条短而直的街道，位于新西兰南岛南部奥塔哥地区首府但尼丁市中心东北方 3.5 公里处的但尼丁东北山谷区。鲍德温街并不长，只有350米左右，起始于林塞西的山谷，向东沿着讯号山而上。街口的路牌上清晰地写着鲍德温街，世界上最陡峭的街道。街边的指示牌虽然不大，但也比较醒目。总之，这是一个世界之最所在地。从街口走入街道，刚开始斜度最低的200米坡度并不大，基本上算是一小段黑色的柏油路。走过柏油路，坡度便会陡很多，地面也变成了水泥路面。在如此陡峭的街道上，路面是不能用柏油铺设的。一是担心冬天道路结霜造成行车安全问题，二是夏天天气太热，被暴晒的柏油路面融化的柏油会可能一路留下斜坡。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街道太陡了。这要是开车上来半道熄火的话，对司机的考验不亚于考驾照时的坡起呀。按说如此陡峭的路段可以设计成 S 型或者 Z 型，那为什么鲍德温街非要建成直线呢？其实鲍德温街也并非是故意设计成这么又直又陡峭的。据传，鲍德温街所在的城市但尼丁的城市规划是以爱丁堡为蓝图，因此城市里有许多主要街道名称都与爱丁堡雷同。在但尼丁以至整个新西兰，很多街道的规划都是统一的以格子状布置，而不考虑实际的地形。这是因为街道的规划都是由远在伦敦的设计者们负责，他们只在图纸上画了一些简单的格子和线条，就完成了一座城市的规划设计，对于具体地形如何基本上没有考虑。鲍德温街以及大部分但尼丁街道规划是由查尔斯·凯特尔在19世纪中叶所设计。19世纪末，奥塔哥省议会成员威廉·鲍德温协助完成了当地的具体区域规划。他于1873年创办奥塔哥守护者报，鲍德温街就是以威廉·鲍德温的名字命名的。其实新西兰山地很多，但尼丁又坐落于面对海港的山坡上，市区有着许多上上下下的斜坡，不少街道都是非常陡的。这其中鲍德温街属于斜度最大的一条，1比 2.86， 具体意思就是水平位移 2.86 米，继续垂直提升1米。之前通过测量，街道的斜率为 0.35， 也即仰角为19度。当然，由于这段街道的斜率并不一致，在最陡峭的部分仰角有可能超过了30度。而且鲍德温街还有人居住，并且可以通行车辆和行人，所以早在1987年就因此成就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那就是世界上最陡峭的街道。沿着街道走到顶部，两边是考尔德街和阿诺德街，不过看上去感觉就是村村通小路了。对于在世界各地游玩的游客来说，能有机会逛一逛世界之最也是非常幸运并且值得骄傲和炫耀的。所以鲍德温街这条世界上最陡峭的街道也变成了每个来到但尼丁的游人必须会前往打卡的地方。开车过来的话，在街口路边可以短暂停车，如果车技够好，车闸够灵，可以加大马力开到顶端再冲下来，会有一种坐过山车的感觉。当然，大部分人会选择步行而上，徒步走上去感觉会很奇特，可以拍出各种有趣的照片，尤其是在街边歪斜的房子前拍照，总会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错觉。鲍德温街的街口海拔为30米，而街道的终端的海拔为100米。街边有人行台阶，走到街道的中间位置有一座小长椅和一个标识牌。最后的一段坡度最陡，除了开车，不管用什么方式上去都应该是最累的。如此有意义的一条街道，上到顶部应该会有个纪念碑式的建筑吧。现在坡顶上非常简单，有一个直饮水的水池和一座长椅，灰色的围墙上记录着关于这条街道的一些文字。站在坡顶回望来时的路，感觉比最陡的滑雪道还要恐怖啊。
不过在阳光明媚的晴天，放眼望去，山谷的景色还是非常纯净美丽的。自1988年以来，每年夏季，也就是新西兰的2月，都会在鲍德温街举办一场鲍德温街大挑战，简单说就是爬街比赛。这个可以同时锻炼体能和平衡感的项目，要求运动员们从街角跑到最高处，然后再跑回来。此活动每年吸引超过1000名的选手参加，其最快纪录是1998年创下的1分56秒，甚至当地的警察都会来这里训练、锻炼。当然，人跑得再快，也没有小球跑得快。除了爬街比赛之外，自2002年以来，每年7月在鲍德温街还会举行一场引人注目的慈善活动，那就是奔跑的贾法斯巧克力球。活动开始前，人们把成千上万个颜色不同的球形糖果涂层的巧克力球倒进一个位于街道顶部类似大翻斗的装置里，街道两旁站满了前来参加活动的游客。安全起见，沿街的游客统一撑起纱网。活动开始的一瞬间，翻斗开闸放球，无数个巧克力球从街道顶部弹跳着奔流而下，犹如一股洪流，又好像一段移动的步段。由于街道坡度太大，奔跑的巧克力球甚至会高速飞起来，游客们只有躲在纱网后面才算安全。这项活动遵循1998年开始的传统，每一颗巧克力球皆由一个人赞助，球上有对应的编号，最先滚到底端并且完好的小球就是胜利者，对应编号的主人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品。所有巧克力球赞助筹得的资金都会捐赠给慈善机构，用于慈善事业。最初活动大约只有2000个巧克力球，后来赞助的人多了，一次活动中巧克力球的数量能达到上万个，并且还有分组制作出不同的颜色，看上去非常的有趣，非常好玩。活动结束，街上总会留下巧克力球的残骸，工作人员会齐心合力将街道清理干净。如此陡峭的街道，每天都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们也是千奇百怪，在街上各种拍照，各种玩法。总之，爬上街道的顶部就是一个暂时的胜利。伴随着无数的胜利，也总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意外。比如2001年，2名奥塔哥大学的大学生在此坐在垃圾桶里滑下的过程中，与停在街边的挂车相撞，造成一死一重伤。玩归玩，注意安全最重要。在鲍德温街每年会举办不同的活动和比赛，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但居住在这世界最陡峭的街道旁是一种什么体验呢？据说当地的居民也快被游客给弄疯了。有当地居民说，丹尼丁市议会准备给鲍德温街限速，并在考虑铺设减速带以降低车速，同时会加宽人行道。住在鲍德温街边的居民说，他厌倦了游客从车道上走到他家露台和草坪，盯着他的窗子往里看。然而最让当地居民接受不了的就是总有汽车上坡时发出巨大的噪音。收到当地居民的反馈后，市议会在街道上安装了新的标志，更多安全措施也正在计划中。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当地居民眼看着鲍德温街从一条安静的居民街一步步发展成了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每年会吸引来无数的海内外游客。尽管有些小抱怨，但守着这样一个世界之最，心里总会有一些莫名的骄傲和自豪。不过这一美好的现实在2019年7月16日被无情地打乱了。这一天，鲍德温街失去了世界最陡峭街道的头衔，取而代之的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新认证的位于英国北威尔士哈莱克小镇上的福福德潘里奇街。经过实际测量，福福德潘里奇街的坡度为 37.45%， 鲍德温街的坡度为 35%。 用另一种说法来比较，鲍德温街的坡度是1比 2.86， 福福德潘里奇街的坡度是1比 2.67，也就是说，只要水平移动 2.67 米，垂直高度就上升1米。因此，福福德潘里奇街从鲍德温街手中夺走了世界上最陡峭的街道头衔。鲍德温街当地居民表示，对这个消息感到很失望，这可能会导致鲍德温街的访客人数下降。但换个角度来说，这也可能是对一些厌倦了游客践踏花园草地和汽车噪音的居民的变相福利。丹尼丁市长相信，即使不再是世界上最陡峭的街道，鲍德温街依然会吸引来很多到达丹尼丁的游客来这里打卡。同时，市长也表示，以后鲍德温街在介绍时，当地议会也许会稍微修改措辞，将世界最陡峭的街道改为南半球最陡峭的街道。从此，鲍德温街变成了世界第2。与鲍德温街居民失望的表现相比，佛福德潘里奇街的居民则显得无比兴奋。
之前这是一条英国最陡的街道，如今成为了全世界最陡的街道，没准很快就会为英国威尔士海边小城哈莱克吸引来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因为哈莱克从此走上了世界舞台。哈莱克是一个沉睡的小镇，坐落在英国北威尔士的山丘上，拥有美丽的海滨和一座13世纪的城堡。佛福德潘里奇街在威尔士语中意为石头街，是位于北威尔士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内哈莱克镇上连接山顶古堡与小镇之间的一条沿山小道。虽然佛福德潘里奇街的坡度被认证为 37.45%， 但在街道顶端给出的坡度提示却为 40%， 因为英国公路管理部门通常会四舍五入以避免混淆。这条街道大部分是一条双向单轨公路，为了避免车辆在斜坡最陡的部分相遇而无法重新启动的问题，道路的下部是单行向下行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有规定，要想成为世界最陡峭的街道，街道必须对行人和机动车同时开放，而且街道两旁必须有民居建筑。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很多更陡峭的街道无法获得认证的原因。然而，就在佛福德潘里奇街欢呼雀跃的时候，鲍德温街马上开始了夺回世界之最的反击。但尼丁居民开始叫板吉尼斯，号称拯救鲍德温，你我皆有份儿。当地居民甚至组织了一场鲍德温街游行，目的是重新夺回世界最陡街道的大牌子。当然，这一游行并不是无理取闹、随意无依据的。人们的底气来自于一位但尼丁当地的居民，注册测量师托比斯托夫。自从鲍德温街丢掉了世界最陡峭的街道的头衔，托比斯托夫一直在质疑佛福德潘里奇街的测量方法是否科学。在托比斯托夫给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信中提出了一个技术问题，那就是道路坡度的测量方法。托比斯托夫表示，佛福德潘里奇街是一条盘旋的弯路，其坡度是在道路内侧测量的，这违反了良好的测量实践，因为道路坡度应该都在中心线测量。同时他也说，我不认为他们卑鄙或故意以这种方式测量。他们阅读了法律条文，吉尼斯只根据最陡的10米路段测量最陡坡度，这10米路段上并没有建筑物。我认为吉尼斯可能不知道测量弯道的正确方法。托比斯托夫同时也立即强调，他不认为吉尼斯或哈莱克的居民有任何恶意，他认为这两条街道都很棒，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起源。佛福德潘里奇街出现了数百年，甚至可能有数千年的使用历史，而鲍德温街属于真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特色产物，被修建到地表，不管地形如何。后来托比斯托夫得到了众筹，借来了测量设备，前往威尔士亲自实地测量了佛福德潘里奇街，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吉尼斯世界纪录终于承认，在进行检查并且咨询了专家意见后，他们认为托比斯托夫的说法是对的。在发给托比斯托夫的邮件中，吉尼斯方面称未来会采用正确的方法测量，并恢复鲍德温街世界上最陡街道的头衔。经过一番专业的重新测量修正之后，鲍德温街的坡度为 34.8%， 佛福德潘里奇街的坡度为 28.6%。 这也意味着鲍德温街又夺回了自己的桂冠，再度成为世界上最陡的街道，去掉第2，重回第1。但尼丁当地的居民又可以继续享受这一失而复得的世界之最了。如今他们对鲍德温街保护得很好，尽管游客众多，街道两旁也几乎没有任何商业摊位，街道顶部更是简单明了，游客们也不会在此长时间停留。整体街道的状况保持得非常不错，就连当地收垃圾的工人都显得轻松愉悦。鲍德温街所在的但尼丁市位于新西兰南岛南部，是奥塔哥地区的首府。如果以整个城市面积并非城区面积计算的话，但尼丁则是全新西兰最大的城市。由于历史及文化上的原因，但尼丁是新西兰全国的4个主要中心之一。这里不仅拥有新西兰最古老的大学奥塔哥大学，同时这里的医学院也是全新西兰最有名的。没想到世界上最陡峭的街道竟然还有这么曲折有趣的故事。如果有机会去新西兰但尼丁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条鲍德温街哦。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